得知不孕不育是误诊那天，我在医院见到老公小心翼翼扶着他的小秘书做产检。要是婉星姐知道我怀孕了你的孩子，也不知道她会是什么表情。嫁给你3年，一个不能下蛋的母鸡，想想那表情一定就很精彩。顾青青一脸奸笑，赵徽州皱起眉头，大发雷霆：闭嘴！沈婉星毕竟是我的妻子，是我赵徽州的太太，我不允许你侮辱她。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会用领养的名义让我和婉星收养。我站在角落里，顿时就笑了，笑他赵徽州出轨了，还要立牌坊。这个赵家太太的身份，我是不会要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走出角落，我就这样毫不掩饰地忽然出现在赵徽州面前，看他扶着顾青青的手臂，眼神凝了一下，笑道：真是好巧啊。我阴阳怪气地开口，赵徽州像是触电一样，立马松开顾青青的手臂，犹豫了很久，见我没有挪动脚步的意思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迎上我。婉星，你别误会，你知道顾青青是公司员工，她今天在公司突然不舒服，我作为公司老板，必须要为她的健康考虑，只能带她来医院做个检查。可她都已经忘了，就算是检查，也没有必要来产科。而且顾青青的手上还拿着产检报告，我没有主动揭穿她，只是笑意盈盈地看向他们。见我没有说话，赵徽州很快又换了话题：婉星，你怎么会突然来医院了？是身体又不舒服了吗？他关切地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没有一点虚假。不知道他是怎么能理所应当地做出这么深情的动作，下意识地想要握住我的手，被我不动声色地躲开。一想到刚刚他小心翼翼地抱住顾青青，我心里就泛起一阵恶心。医生让我来抓点药，看看能不能治好我的病。赵徽州没有怀疑，甚至还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结婚3年没有孩子，于是我做了体检，谁料体检下来的结果很不理想，查出来患上了不孕不育的症状，说是子宫多囊，难以怀孕。那时赵徽州虽然说是很难过，但是他仍旧很快地振作起来，安慰我，抱着我轻轻拍打我的后背，发誓：别怕婉星，没有孩子还好一点，那你就是我生命中的唯一，我全部的爱都可以放在你身上，谁也分不走。可惜这句话仅仅只有1个月的有效期，这个男人不单单是违背自己的誓言，而且还出轨了，带着别的女人来做产检。赵徽州脸上很快露出惊喜笑容，深情地望着我：老婆，你放心，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可以克服的。他说的信誓旦旦，满脸真诚，我的眼底闪过一丝讥笑。如果他真的会这么想，那就不会才过1个月的时间，就带着怀孕的顾青青来做检查了。算起时间，怕是在我查出不孕不育的时候，赵徽州就已经在做准备了。猜到这个真相后，心口上像是开了缝，一阵阵刺骨的冷风灌进心里。其实刚刚我已经找过医生了，上一次我查出不孕不育的症状，其实是医院误诊。我非但是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症，而且身子还很健康。至于迟迟没有成功怀孕的原因，医生说了有很多，比如生活规律，比如情绪，不过现在这些我都不准备和赵徽州说了。拎起手中的包向外走，朝赵徽州说：你们先检查，不打扰你们，就先回去了。赵徽州跟在我的身后，把我送到医院门口，一脸温柔贴心地拦下的士：老婆，你先回家，我陪青青做好检查，就马上回家，
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。他细心地替我拉开车门，还提前付了款，惹得的士师傅都在羡慕我。太太，你真幸福，有这么好的老公。我就笑笑没说太多，这幸福的背后存在太多的虚伪。直到看着我上车离开后，他才返身回到医院。我知道他向来都是谨慎，要亲眼见到我离开才会松懈警惕。只是赵徽州不知道，在街道的拐角处，我下了车，又回到医院的停车场，找到他的车子后，躲在角落里，静静地等着他和顾青青出现。就在我刚刚躲好，手机就突然震动，我被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赵徽州发现我了。打开一开，我手足冰冷地愣在原地，是顾青青故意发消息来挑衅我，发来的是一张关于她产检报告的照片，后面还有一行文字，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她的得意。沈婉星，你看我怀孕了，怀的是赵徽州的孩子，你这个不孕不育的女人，这辈子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。后面还有一张照片，是赵徽州满脸笑容，搀扶着她。虽然我早就知道她怀孕了，但这一刻我不得不承认，顾青青的这条消息还是勾起我心底的造诣。你不会真以为男人说的爱你就是真的爱吧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一个下不了蛋的鸡，有什么资格坐在赵家太太的位置？我要是你，早就麻利的滚蛋了，免得到时候被我赶走。颜面无光，手背青筋冒起，紧紧地握着手机，在外面等了1个多小时，才看见赵徽州和顾青青的身影。赵徽州开车，顾青青坐在副驾驶上。车子启动后，就见到顾青青故意朝赵徽州的身上扑过去，两人就在停车场里吻得难舍难分。情到深处，顾青青的衣衫都被褪去大半，露出白皙的肌肤。顾青青突然就止住赵徽州的动作：“赵总，这里可不行哦，等去我家，可我还要回去给婉星做饭，不去不行吗？我今天可是给你准备了特别礼物。”他已经被勾去魂，声音沙哑：“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妖精准备了什么礼物。赵总不是说要给夫人做晚饭的？晚饭什么时候都能做，今天等我先吃了你这个妖精再说。”听到这里，我也闭上眼睛，强忍住眼中酸涩，关掉手机，没胃口继续看下去。刚刚心中残留的一点希望也破碎了。赵徽州很快就开车离开，我这才浑浑噩噩地回了家。刚坐下没多久，就收到了赵徽州的电话，他的声音急促又带着歉意，还有一抹为难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了。”我拿着手机，心知肚明地问他：“没事，你说吧。也不知道这些员工是怎么弄的，公司有份合同出了状况，我不得不回去工作，今天可能回来很晚。”听到这些话，我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。我一直以为我很难坚强，不会难过，可是在赵徽州接二连三的哄骗下，仍旧泣不成声。见我没有说话，赵徽州好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：“老婆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不好，你千万别生气，因为我气坏身子不值得，我一定早点回家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住抽泣声：“没事，我就是突然有些想家了。那我明天不去公司，陪你回家去见见岳父岳母。这次就算他们赶我走，我也走，就陪你。”后面我没有说话，直接挂断电话。回想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很少回家，因为我爸妈一直都不同意我嫁给赵徽州，总是说赵徽州只是贪图家里的钱和资源。可是赵徽州他救过我的命。我永远记得在那场车祸中，堂堂赵氏集团总裁为了我差点跪在地上求过往的人群，帮忙掀开翻倒的汽车，雨水顺着他身上的伤口
染红了一片，以至于后来他向我求婚的那天说会爱我一辈子，我毫不犹豫的就相信了。可是这才3年，原来他赵徽州的一辈子就3年。这天赵徽州回来得很晚，可能是太累了，他就只脱掉外套就上了床。我闭目躺在床上，明显感觉到有一只手臂抱住我，一股若有如无的香水味就这样飘进我的鼻腔，和白天在医院遇见顾青青的时候十分相似。顷刻间，一种恶心感疯狂涌上心头，我再也止不住，跑到卫生间就吐了起来。赵徽州有些不明所以，小心翼翼跟在我身后，拍打我后背：“老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生病了不舒服？”我吐得天昏地暗，在抬起头时看向镜子里的自己，已经没有一点光彩。赵徽州向前想要抱住我，被我一点点掰开他的手指，对上他有些错愕又茫然的眼神，我面无表情地开口：“赵徽州，你身上的味道太臭了，好难闻。”男人愣了，被我掰开的手都僵住，过了好一会才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应该是今天在医院，后面又去公司，染了不少味道，我马上就去洗洗。”他神色紧张地看着我，像是想要看出我内心所想。我捂着发胀的脑袋，点了点头。事到如今，他还在骗我。今天我不舒服，就去次卧睡了。越过赵徽州，我拿着枕头就准备去次卧。他的眼眸微动，紧紧跟在我身后，很多次张嘴想要问我话，最后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他不敢问我原因，更不敢问我是不是知道了什么。毕竟有些事情被捅破之后，就再也无法复原。赵徽州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关门。他站在门外许久，才说：“好好休息，别乱想，老婆，晚安。”第二天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，被昨晚那么一折腾，感觉整个人都有些萎靡不振。下楼时发现赵徽州已经准备好早餐。赵徽州贴心地把碗筷放在我面前，又抬出一杯豆浆：“早上好，老婆，这是你最爱吃的小笼包。”看着他深情不减的笑容，我忍不住有些恍惚。3年来，赵徽州总是能给我足够的仪式感，从晚上的晚安到早上的早安，3年来从未断绝。就算是他在出差，忙得不可开交，都会发来消息。我刚坐下，赵徽州的手机就响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最后还是接了电话。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不过脸上很快出现一丝犹豫。我装作没有看到，自顾自地夹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，里面的馅都已经凉了。喝了一口豆浆，也是冷的，还有一股怪味。放下筷子，赵徽州的手机已经响了3次。他终于坐不住，上前把我额前的碎发别到耳后：“老婆，你先吃早餐，我去一趟公司。”我低着头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问他：“你昨天不是说不去公司了，要陪我回家的？”赵徽州离开的脚步停了一下，我在心中准备默数10秒，可才第6秒的时候，他就毫不犹豫地离开，马上就回来：“你等我。”在他走后，家里的阿姨从门外扔垃圾回来，见到我桌子上已经冷了的小笼包和豆浆，她带着几分疑惑：“夫人，你得跟先生说一声，下次别买这家的东西了，这些一看就是别人吃剩下的，你就别吃了。谁知道这人有没有什么病，吃坏身子不值得。你要是想吃小笼包，我给你做就是了。”我顿时全身泛起鸡皮疙瘩，赶忙拿来垃圾桶就开始吐。难怪所有东西都是冷的，豆浆上面还盖着点点油脂。我再一次忍不住对赵徽州刮目相看，把所有东西都扔进垃圾桶里。恰巧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顾青青发来的消息：“今天的小笼包和豆浆都吃了吧？
这可是我没吃完，特地让赵徽州带回去给你的礼物。你应该庆幸这次有赵徽州在，我没给你加什么料。你要是再不走，下次你就没这么好运了。我突然就笑出声，给顾青青回了第一条消息：明天我就要去赵家老宅吃饭，我等着你。后面我并没有等赵徽州，而是独自一人回了沈家。到家的时候，爸妈都在，已经做好饭菜。这次回来，我已经是准备和赵徽州离婚了。和爸妈提起的时候，他们都很高兴，甚至恨不得立马带我去赵家老宅。不过被我阻止了。明天是周末，每个周末都会去赵家老宅吃饭，那时候才是我摊牌的最好时机。今天之所以回来，是因为这些年当初结婚，我是带着嫁妆嫁过去的。现在离婚，我要让赵徽州加倍偿还回来，顺便让家里的公司提前做好和赵家集团分割的准备。回到赵徽州的别墅里，本以为他还没有回来，谁料推开门就迎上赵徽州一脸惶恐不安的神情。他惊慌失措地抱住我，语无伦次：老婆，你去哪里了？你知不知道我都快被急死了？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，都联系不到你，差点就报警了。赵徽州急得红了眼睛，双手紧紧地抱住我，就像是抱着什么宝贝一样，不愿松开一秒。我强忍住心底的恶心，都跟别的女人准备生孩子了，现在还跟我装什么深情人设？我说过回沈家了，是你爽约的。我淡淡地说了一句。赵徽州的眼中闪过一抹愧疚，他握住我的手，深情款款：是我的错，都怪我没有安排好公司的事情，又食言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明天我们回老家吃饭，我一定好好陪你。我垂下头，却拒绝他。明天我不太舒服，就不去了。突然的拒绝让赵徽州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很快又试探地问了我2句。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看看？我摇头走向次卧，只是说睡一觉就好了。赵徽州跟在我身后，关切的眼神一直看着我，见我真的不想去，这才没有再强求。第二天中午，我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带着准备好的东西去了赵家老宅。进门的时候，我第一眼就见到了顾青青。赵家所有人都在笑意盈盈地欢迎她，赵母更是欢喜地拉住顾青青的手不放，和她坐在一起。真是辛苦青青了，多亏青青，这才让我们沈家后继有人，没有绝后。赵父也在一旁点头，没错，徽州尽管青青和你不被法律认可，但是你也要好好的照顾她。赵徽州略带骄傲的声音响起：爸，你放心吧，这可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会用心照顾的。我在门外听见这一切，心里冷若冰霜。听到赵徽州的这句话，我双手攥成拳，再也忍住不住推开门。这个家早就不成样了，他们所有人都知道，就想瞒着我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散了好吧。难得顾秘书也在老宅吃饭，有什么事这么高兴？不如也给我说说。所有人回过头，纷纷都变了脸色。赵徽州惊恐地脱口而出：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么能看见你们这一大家子和谐有爱的一幕？还是说我来了就打扰你们的兴致了？赵徽州赶忙上前，想要抓住我的手，却被我躲开。婉星，你别误会，青青她家里出事了，今天不是正好聚餐，我就带她来家里吃个饭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赵母也赶忙起身，把我拉到一旁，准备找个位置坐下。顾青青坐在赵徽州的边上，纹丝不动。以前这个位置都是我的，赵徽州也看见了，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保持沉默。我忽然就笑了，原来自己这3年就爱了这么一个货色。别演戏了，看着怪难受的。
一句话让场上所有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。赵徽州这次忍不住瞪我：“沈婉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昨天我可是问过你，是你自己说不舒服不来的，现在不过就是轻轻坐了你位置，你有必要这么阴阳怪气的吗？”赵母也拉下脸：“这里到处都有位置，你想坐就坐，不想坐就站着。”顾青青冲着我露出挑衅的眼神，一瞬间，这场面还真有点四面楚歌的味道。我直接甩出了离婚协议书，做就没必要了，反正也要不了多久时间，只要签了这份离婚协议书，我马上就走。话音刚刚落下，整个屋子里安静一片。赵徽州一下子就站了起来，脸色难看地盯着我：“婉星，你说什么？你要和我离婚？”他不可置信地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，一脸惊吓。我点了点头：“你没听错，就是离婚。我还要你婚后70%的资产。”事到如今，我直接就亮出獠牙，背叛我沈婉星可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。这些年靠着我沈家赚来的钱，我要让他赵徽州全部都吐出来。听见我狮子大开口，这下可是打开了赵母的宣泄口，对着我一阵数落：“离婚可以，你凭什么敢要走我们赵家70%的资产？这都是我儿子一点点挣回来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整天吃我赵家的，住我赵家的，这么多年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连个蛋都生不出来，娶了你真是我们赵家倒霉。”我漫不经心地等赵母说完，才掏出几张照片扔在桌子上：“不给可以啊，我马上起诉，让赵徽州净身出户，那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了。”赵母这下不敢再说话，而听见让赵徽州净身出户，这下连顾青青都坐不住了。她好不容易才等到这天，哪里能连一天福都没享受，就又过上以前的那种日子？沈婉星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这就是敲诈勒索！我上前就给了他一巴掌。天天看着他发的那些短信，我早就忍不住了。不要脸的人是你吧？知三当三，连婚都没结就怀孕，这说到底就是一个私生子。你还是祈祷我和赵家能顺利离婚，不然我让你什么都拿不到。顾青青被我吓到，不敢还手，只能哭哭啼啼地扑到赵徽州的身上：“赵总，你看沈婉星完全就没把你放在眼里，她就是为了你的钱才和你结婚的，这些都是她处心积虑的结果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些照片的？”赵徽州失魂落魄地看着每一张照片，都是他和顾青青那天在医院停车场吻得难舍难分的画面。他还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挣扎：这些照片都是假的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些照片随时都可以合成 P 图的。可在下一秒，我拿出视频的时候，赵徽州面如死灰，他神色愣愣地问我：“老婆，你免了还是叫我名字比较好？”我嫌恶心。赵徽州的身子突然摇晃了一下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复杂地看向我：“婉星，在医院那天你是不是都听见了？”我毫不犹豫地点头，带着嘲讽的声音冲着顾青青说：“你的小情人不是想要看我知道她怀孕后会是什么表情吗？今天看见了吧？没让你失望吧？”顾青青盯着吃人的眼神看我，又不敢乱动。赵徽州深情地看着我，好像是抓到一根救命稻草，急切地对我说：“婉星，那你应该也听见我说领养这个孩子的，用我们俩的名义领养，就是我们2个人的孩子。”我故作考虑，没有说话。这下顾青青就忍不住了：“不行，我不同意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为什么要把他拿给其他人养？沈婉星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还想抢我的？”我摊了摊手，做出一副很无奈的表情：“你也看见了，
你的小情人可不同意，她一心想要嫁进豪门做赵家太太，好不容易怀了孩子，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，她怎么可能同意？或许是见我动心了。赵徽州不高兴地开口，这件事还没有他说话的份，孩子生下来谁养，可由不得他。说话间，不屑地瞥了顾青青一眼，这下连赵母都开始帮我说话。婉星，你放心，你才是我们赵家的儿媳妇，其他人我谁都不认。他顾青青不过只是公司里的秘书，借用他的肚子生个孩子而已，没有资格嫁进我赵家。赵父也顺着开口，没错，现在你才是我赵家的儿媳妇，孩子当然是你来养。顾青青扭曲着脸看着这一家人，气红了眼睛，咬牙切齿。我看着心里畅快，把刚刚他挑衅我的眼神又落在顾青青的身上。看见了吗？就算你怀了赵家的孩子又怎么样？你真以为这个家是你说进就能进的？赵徽州以为我接受了，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上前正想拉过我的手，被我面无表情地躲开，说的我都心动了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我的孩子我自己能生，我为什么要替别人养孩子？赵徽州脸色大变，瞳孔放大，声音拉出不自然的尖声。怎么可能？医生不是说你怀不上孩子了？我从包里掏出一张检查报告，用很惊讶的语气朝赵徽州说起。难道我还没有跟你说过，上次是医院误诊了？误诊2个字让赵徽州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。他还在处心积虑想着到时候怎么说服我收养这个孩子，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切是医院误诊了。赵徽州坐在地上，好不容易用手支撑站起身，靠在桌子上，从混乱中清醒过来。他苦笑地问我，所以你是早就等着今天把事情全部掀开，就是想和我离婚？我也收起脸上所有表情，冷漠地看向赵徽州。难怪不应该吗？我这才刚刚检查出来不孕不育，1个月的时间，顾青青就怀孕了。你这找备胎的功夫，我都不得不称赞你一声。赵徽州说不出一句话，只能哀求地看着我。婉星，你应该能理解我吧？这可是我赵家的子孙后代的事，我不能无后。我毫不犹豫地点头，理解啊。所以离婚？你为了你赵家子孙后代，我都不管你。识相点就快点吧，离婚协议书签字，不然真要我闹到法院上，可别说我让你1分钱都留不下。走出赵家老宅，身后传来赵母接连不断的哭诉：徽州啊，我们都看走眼了，沈婉星这个女人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小白兔，她简直就是个恶魔。她要拿走你70%的财产啊，不就是出轨，让人怀了孩子，谁让她生不出来的？3年后一无所获。够了！赵徽州突然一声大吼，他现在脑袋里嗡嗡作响，天旋地转，什么都听不进去，脑海中只剩下离婚2个字。过了良久，赵徽州站稳身子，深吸一口气，眸底已经染上了一层红色，把离婚协议书给我。离婚协议书在赵徽州手上的时候，他看着沈婉星龙凤凤舞的签名时，眼眶中积攒的泪再也止不住流下来。他还记得第1次见到沈婉星的时候就被他迷住了，所以才有后面那场车祸。他不顾威胁，哀求路人救下他，只是在和他结婚后，这日复一日的日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让他失去了当年的初心。直到他知道沈婉星查出不孕不育的时候，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就像是失去了囚笼，他开始变得贪婪，更是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：既然他生不出孩子，那就算他带一个孩子回家，也能够说服沈婉星收养。可赵徽州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这一切居然是医院误诊了。
其实在他们结婚的那刻开始，赵徽州就再也没有想过会有离婚的一天。可今天，他还是失去了这个最爱他的女人。他走错了路，他恨自己，也恨医院，还恨顾青青。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字，赵徽州就像是丢了半条命，瘫坐在椅子上。顾青青看得眉开眼笑，顺势挽住赵徽州的手臂。现在你和那个沈婉星都离婚了，那正好我们结婚吧。他嘟着嘴，摸了摸肚子，不然要是再过几个月，我的肚子大了，都穿不了婚纱照了。谁料赵徽州抬起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猩红的双眸像是盯着仇人。结婚？你还好意思说结婚？当时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怎么可能会出轨？我怎么可能会背叛婉星？我怎么可能会离婚？说完，他对着顾青青拳打脚踢。要不是赵父赵母及时上前拦住，顾青青的孩子肯定就保不住。够了，离就离吧，说什么都晚了。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保住孩子。没有人会多看顾青青一眼，就连赵家的佣人都没有给他一点好脸色。如果不是有这个孩子，他连赵家的门都进不去。离开赵家后，我就坐车回了赵徽州的别墅，把这3年的衣物行李，所有关于我的东西都打包送走。赵徽州回来的时候，我推着行李箱正准备离开，他一下就站在我面前，当着我，红着眼睛，像一个孩子一样无措地站在那里。婉星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？只要你能原谅我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过错方是他，这个他认，但是他不能接受离婚。可我已经看透他了，这只是他最后的挣扎和不甘心的试探。离婚协议书签好了吧？拿来吧。朝着赵徽州伸出手，他的脸上露出一抹痛苦，慢慢悠悠地从怀中取出已经皱皱巴巴的离婚协议书。我接过之后看了一眼上面的字迹，很满意的点头。1个月后我会联系你去领离婚证。说完，我推着行李箱离开。赵徽州在后面不甘心地叫住我：婉星，我真的没有一点机会了吗？我没有说话，直接就离开小区。赵徽州止不住身体发软，跪在门前的台阶上。他突然痛恨自己，为什么要一时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精虫上脑做出这种糊涂事，导致现在再也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。拿到离婚协议书后，我就回了家。没过几天，我就开始接手家里的公司。和赵徽州结婚这些年，我放弃了很多东西，亲情、事业、兴趣爱好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家庭上。可结果一败涂地，导致我现在接手公司还得从基础开始。为了能快速提升管理水平，我每天都把时间放在工作和学习上，恨不得把人都劈成2半。赵徽州每天都会给我打上10多个电话和短信，每一条消息无外乎都是说他错了，求原谅。1个月后领取离婚证那天，因为业务繁忙，我推迟了2天，才抽出时间去办理的。拿着离婚证走出民政厅，神色怔怔的赵徽州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光彩。他傻傻地拿着离婚证问我：婉星，你是不是很不想见到我？我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，发了这么多短信，你都没有回复，连领离婚证都抽不出时间。我很诧异地看向赵徽州，都是要离婚的人了，当然不想见到了。既然断了，自然要断得干干净净，不然这让我怎么重新开始？赵徽州站在原地看了我很久，像是想要看出我说的谎言。这时路边停着一辆车子，一个男人走下车朝我招手，他又带着疑惑开口：那个人是你？我先是朝男人同样挥舞了手臂，然后点了点头，才回答赵徽州的话：
男朋友。赵徽州不经意间后退了2步，右手捂着胸膛，重重地喘着粗气。我没有再理会他，一路小跑上了车。上车后，亲吻了男人的脸颊。谢谢你来接我，应该的。不过看你前夫好像并不是太开心，今后就是陌生人了，哪里还能管得了他开不开心？那天过后，再次见到赵徽州，已经是在大半年后，一场圈子里的聚会，有不少人都知道我和赵徽州的关系。赵徽州来的时候，一大张圆桌上只剩下2个位置，他的脚步顿了一下，正准备坐在我的边上，刚要坐下，我就把怀里的包放在身侧的椅子上，淡淡开口：“这个位子有人了，麻烦赵总换个地方。”赵徽州的眼眸闪烁了一下，也没说话，就坐到了最后一个位置上。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，朋友就开始提议做游戏，热闹热闹。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，赵徽州很不幸运的成了第1个。我选真心话吧。在场的人中，有没有你喜欢的人？翻开这张牌，朋友们都开始起哄。这简直就是白送的题目，谁不知道徽州你喜欢晚星呢？这大半年，赵徽州为了追回我，可以说闹得人尽皆知。可我不可能回头，下一局继续。很不幸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我选了大冒险，找在场的异性亲吻10秒钟，所有人都开始起哄。赵徽州的眼神也毫不掩饰地落在我身上。就在所有人等着我回应的时候，包厢的门被人推开。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来晚了。我站起身，直接迎上去，亲吻10秒。男人还在有些不明所以的时候，我轻描淡写地朝着大家介绍：“这是我男朋友。”刚刚的大冒险也算是完成了。包厢里鸦雀无声。没有人注意到赵徽州搭在扶手上的双手已经紧握成拳。聚会进行到一半，我借口上了洗手间，出来时撞见有些醉醺醺的赵徽州，他挡在我面前，过了很久才问：“今天这个男人不是我们领离婚证时的那个吧？”我在擦手，头也没回。“哦，那个啊，那个早分了，这个是最新的。”赵徽州靠在墙上，双眼死死地盯着我的后背。“晚星，你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就没考虑过回头看看吗？”我忽然失笑出声，依然没有回头看他。“赵总，别开玩笑了，你的小情人大概都要生了吧？还是考虑好你自己吧。”临走前，我又给赵徽州下了一记重锤，越过他，带着几分看戏的笑容：“你有空还是去医院查一查吧。”赵徽州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，我神秘的一笑，却没有回答他。在我去医院知道是误诊的那一天，医生提出建议，最好是让赵徽州也去做个检查，说是如果我没有问题，那有问题的大概率就是男人了。这件事我一直都隐瞒下来，直到现在，顾青青的孩子都差不多要生下来了，种下的这颗雷也应该爆了。后面一段时间，我都专心在公司研究项目，都忘记了点燃的这颗雷。直到有天在新闻上见到一起惨烈的案件，我才从朋友的口中得知赵家的惨状。赵徽州最后还是去了医院，被查出不孕不育的症状。那天晚上，她突然就疯了，押着怀孕9个月的顾青青去医院做早产，顾青青差点死在病床上，而赵徽州和出生的孩子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自然是毫无关系。他给别人养了差不多1年的孩子和老婆，这件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圈子，赵家颜面扫地。事情败露后，顾青青更是每天都要受到赵徽州的打骂，连月子都没坐，就被赵徽州拖出医院。直到有一天，忍受不了的顾青青趁着醉酒的赵徽州动了刀子，
后来差点杀穿整个赵家，最后赵家3人只剩下浑身是伤赵母。顾青青也因为故意杀人被判了死刑。说起来，顾青青的举动还给我带来不少收益。赵家没落，我趁机抢占不少市场。他临行前，我还特地去看了他一眼，人已然是疯了，看起来有些可怜。只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